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这个美国的媒体和军方一直在炒作一件事情，就是在2022年的年底这个美国的军机在中国南海方向正常飞行，或者是在正常航行的时候，经常受到中国军机的跟踪监视、拦截甚至是危险的接近所以呢，对这个中国军方做出的这些行动呢，非常的不满意。那么我们来看，就是美国媒体为什么要炒作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它有两个意图。第一个就是抹黑中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南海的这个不稳定的局势是由中方造成的因为美国的飞机在正常的航行嘛，那受到了拦截，受到了危险的接近，那你看这个不能正常的航行，它当然是中方造成的了。第二，挑拨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因为你看美国的飞机，美国军事多强大呀，飞机在这里航行都不能正常，都受到干扰，都受到了这种拦截，那你其他国家的飞机你能正常的飞吗？那我们把这个事实还原一下，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是美方这种颠倒是非这样的企图。因为这个时间呢，主要是发生在2022年那这个美国的军机对我们南海方向执行的这种抵近的侦察有多少呢？几百起之多，起码是超过了365起，就是每天一起是平均是超过的这个数字的只多不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南海是中国的周边，不是美国的周边。那么美国的飞机当然可以在南海自由的通行航行，但是你看一下南海的地图，尤其是这个中国地图里边的 U 型线里边，中国的岛屿是最多的。那么美国它的军机不是在公共的海域里边进行正常的飞行，而是靠近我们的岛礁，那实际上这是人家国家的领土抵近侦察什么飞机最多呢？ RC-135 是美国的战略侦察机，号称电子吸尘器它4台发动机，最远的航程12000多公里，而且呢它的主要任务因为它有多种型号，起码有 U 型、S 型、A 型、W 型、V 型、X 型。那么这些飞机它执行不同的任务，但总体来讲是电子信号的侦察、弹道导弹的情报的侦察，包括你预警雷达的信号频谱和我们使用的这个手机的信号，它都能够侦察，而且快速的搜集相关的情报，对你的弹道导弹的发射可以快速的定位。那么你把自己的军机开到别人的家门口来进行抵近侦察，来进行这种搜集情报的活动，难道别人做出一些反应，做出一些防卫的举动不应该吗？人家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我们讲中国派出的什么飞机呢？歼11呢是双发的重型的战机。那么如果发生交火来说双方交火来说，这个 RC-135 那肯定是靶子它没有什么防御武器。但是现在事实说明，在这个时间上，这整个一年度你天天到别人的家门口去抵近侦察，这个区域上你是在中国的南海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岛屿领海方向的这些领土的周边进行抵近的侦察。那中方做出的反应是什么？跟踪监视。那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跟着你，看着你，这个如果你侵犯了我的领空的时候，我要对你进行驱离，完全是一种正当的防卫。所以现在美国把这种自己到别人家门口的抵近侦察说成是一种航行的自由，而把别人的这种防御性的措施却说成是威胁了他的安全，是制造了这个拦截，制造了这个危险的接近。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一讲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再有一点呢，就是美国是一个域外的国家，它总是要挑拨就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在领海这个主权问题上岛屿这个主权问题上，在海上划界的问题上呢，挑拨是非。本来它是个域外国家，没它什么事儿。那么南海周边国家希望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但是美国总是不甘心总是呢要在这兴风作浪。所以通过美国媒体炒作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真正的意图了。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